明是害人家破人亡的黑网贷，而我却着了魔师的狂撸999个平台。面对青收队的暴力催贷，我不仅喊来全村人将他们全部打晕，甚至还带领他们一起开路。既然都叫黑网贷了，那不就是白送自己的钱吗？只因我刚穿越过来就发现，原主不光欠了几十万的黑网贷不说，竟然还被几个催债电话活活吓死了。卧槽，你个顶级沸羊羊，为了舔女神欠一屁股债，把自己吓死，真是活该啊！原来今天早上催收的刚找上。小子，你今天再不还钱，我们就将你借贷不还的事情通知给你身边的所有人，然后再给你3天时间。若是依旧还不上，就掀下你左面的零件，然后嘛，你懂的。前身害怕身败名裂，更害怕女神会看不起他，在双重精神的压迫下，就这样下岗。真没出息，这就被下岗了？他们乐意通知就通知呗。知道为啥这些人威胁的时候选择通知而不是报警处理吗？还不是黑网贷本身就违法。但现在既然你本身就是违法的，那就别怪我不讲武德了。反正已经欠下几十万了，虱子多了不怕痒，干脆多薅些羊毛。没错，陈峰不仅不打算搭理网贷平台的威胁，甚至还准备多录一些出来。他搜索着所有违法的平台，短短几分钟就已经下载了40多个网贷软件，接着就是点点头张张嘴，因为之前舔女神拥有的大量资金流水，几小时后陈峰的余额里就高达400瓦。我去，还真是累人啊。不过黑网贷虽然不受法律保护，但他们肯定会采用暴力手段收债，要找几个帮手才行。陈峰在脑海中思索着人选，一个又一个人脸在他脑海中划过，想了一圈，陈峰依旧是没想到合适的。对啊，最好的地方不是老家吗？原生的老家是一个宗族式村落，一个村都是一个姓，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血缘与辈分关系，甚至夸张到村头80老头喊10岁孩童爷爷都属于正常情况。之前村里有孩子被拐的时候被发现，直接就被村里人打得半嘎，最后查勘情况直接派出几个100岁老人。就这样定了，回家。不过只是单纯的回家还不行，还得想办法让大家上自己的船。大家一旦上了自己的船，就能保证自己的船牢不可破了。略加思考，陈峰直接起身出门，来到豪车店全款提了一辆奔驰888。第一步，高调回家。几小时后，陈峰来到村口，没行驶多远便看到几个大爷大娘在路边坐着说闲话呢。大娘，包罗森呢？大爷，吃一颗。二婶子，没忙着。哟，小峰，是小峰回来了。这不过年不过节的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好家伙，这次是开车回来的。陈峰，这是你的车吗？好家伙，这车看着真大气呀，很贵吧？嗨，没多贵，新买的，也就100多万。这几人一听，震惊的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。100多万，乖乖，100多万能盖多少间大瓦房了？我先回去了哈，大爷大娘，二婶子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先回家看看我爸妈去。行，你先回家看看，闲了我们再说话。这2天去我家玩哈，我家养的鸡长得差不多了，该吃了。慢点开，咱这路不好，别给你车刮到了。陈峰前脚刚走，后脚那几个大爷大娘便激烈的讨论起来。好家伙，100多万，听我外孙说，那都是大老板开的，不会是这小子租的车吧？瞎说，租车那也是等到过年啊，而且他给我递的糖还是阿尔卑斯大牌子。发达了，这小子肯定发达了。行了，那啥，先不和你们唠了哈，我先回家了。对，我也该走了，我大森该放学了，我去接他去。正当几个大爷大妈在纷纷找理由走人时，陈峰才开到家门口。3分钟的路程，他硬生生开了10多分钟。这一路上遇到的人纷纷露出惊讶、羡慕、崇拜的神情。到了家后，发现家里没人，便给父亲打了个电话，才得知陈父和陈母都在镇上买东西。二老得知陈峰回来，也立马就往家赶。陈峰看着苍老的房子，哎，是该翻修一下了，干脆盖一个别墅好了。对啊，想让大家上自己的船，一辆豪车怎么够？豪车只会让大家觉得你赚钱了，只有像房子这样有距离感的东西，才能让他们感到羡慕与嫉妒。就这样搞。陈峰直接在网上找了一个设计师，告诉他房子尺寸，并提出自己要求，让他先设计出草图看看。刚结束与设计师的沟通，陈峰，你咋还在院里呢？咋没进屋呢？呀，大娘来了，我爸我妈去镇上了，不在家。不在家，走，去我家坐会儿。正说让你大爷杀鸡呢，你等会儿在我家吃饭。二蛋他娘，你怎么在这呢？你不是说回家收鸡蛋去了吗？他二哥，你不是接孙子放学，你们怎么都在啊？几句话的功夫，陈峰在村口打招呼的几人都在这里，几人面面相觑，互相窘迫。而这时，陈父陈母也回来了。怎么这么多人啊？二哥、二嫂、广奔哥，你们怎么在我家呢？广志、凤霞回来了。
广志哥，我正说让陈峰去我家吃饭呢，你们也一块去哈。瞎说，去我家老头子把鸡都宰好了，现在估计毛都退完了。看着这些人争抢着让去他们家吃饭，二老直接迷迷糊糊的。这时，陈峰走来接过父母手中的菜肉。各位长辈，既然我爸妈买好菜了，我们今天就在家吃了。而且我刚回来，想和他们在家吃饭，说说话。众人一听，也只能作罢。不过在走前对着陈父陈母一顿恭维，他们也才反应过来门口的豪车是陈峰的。孩儿啊，你不会干啥违法的事了吧？他可是知道，前不久陈峰还跟他要钱，要给他女朋友买生日礼物，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就开上100多万的车了？孩儿啊，你说实话，这车不会是你偷来的吧？没有，放心吧，我怎么做违法的事呢？陈广志其实并不相信陈峰的解释，毕竟来钱快的都在刑法上写着呢，但他还是将人送走后再问清楚。你老实告诉我，到底做了什么违法的事？爸，我这来钱的路子绝对不违法，不仅不违法，还对国家有益。不仅如此，我这来钱的路子很简单，不费劲，不费脑，不费时间，只要有身份证就能做。这也算是一种惠民项目了吧？只不过知道这个项目的人很少，恰好我知道这个项目，这也算是用信息差挣钱了。说这些话的时候，陈峰声音故意大了不少，就是为了让刚刚离去的那些人听到。回到堂屋里，陈广志还在追问陈峰他这钱怎么来。爸，你很快就会知道的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这钱绝对不违法。而且，妈，你等会儿再多准备几双筷子。你还有朋友要来吗？不是我朋友，是在咱们村里的人。你们没看刚才有几个人都想要回头，估计当时是有啥想法。我猜很快他们就又要过来了。出生在全国有名的贫困村的我，第一次回村就开着100多万的跑车。在面对全体族亲对我羡慕还有谄媚的询问时，我终于对他们透露出实情。各位长辈，我这来钱方式就是撸网贷。撸网贷？众人对网贷这个词都很陌生。经过陈峰的解释后，那这不就是贷款吗？这不会是高利贷吧？怪不得来钱这么快，去贷款，这来钱速度肯定快呀。但归根到底不还是要还钱的吗？就是啊，这简直就是开玩笑呢！不仅要还钱，还要还一大笔利息。陈峰，不是叔说你啊，你这种花钱方式很不对啊！你贷款买一辆100多万的车，我看你以后咋还？我还真以为陈峰是有什么挣钱的方式呢，结果最后竟然只是去贷款。这也不是赚钱啊，这是去亏钱啊！众人纷纷感到哀怨，一方面是白高兴一场，一方面是感觉陈峰完了，毕竟欠网贷走上绝路的他们见得太多了。但此时的陈峰却是微微一笑，不，这种贷款都是不需要还的。怎么回事？陈峰为什么说不需要还？因为前不久刚刚出了一条法规，上面明确说了，贷款超出规定范围都是不合法的。而我在网上找的这些软件，他们放贷的利息都是超出国家规定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这种贷款都是违法的，何谈受法律保护呢？所以这种贷款就算不还，他们也没办法告我，叔叔更不会招我。听到陈峰的解释，众人全都处于懵逼中，毕竟这种冲击般的信息超过了他们的传统认知。可就算是这样，那些人也不会轻易罢休吧？是啊，放贷的那些人肯定还会有其他办法催还欠款的吧？听说放高利贷的都有黑社会背景，到时候不会把不还款的人手脚打断吧？对呀，听说还会将生物切成一块一块呢。听到同族的一番话，陈父陈母都被吓得不轻，毕竟他们就一个儿子。大爷，现在这社会哪里还有这种情况啊？那些人催贷肯定是会催贷的，但肯定不会是你们所说的那样，给人手脚打断。毕竟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那样做是犯罪，是要坐牢的。催贷的那些人不傻，他们的目的是收回欠款，不是为了犯罪坐牢。他们的催贷手段一般是正常收款，若是收不上来，就会各种骚扰，甚至恐吓。若是依旧收不上来，就会爆破欠款人的通讯录。若这样还是收不上来，他们才会动用武力催贷。不过他们也不敢大张旗鼓，基本上就几个人拿着棍棒之类的前来催贷，但基本上也是先威胁、恐吓，逼急了才会动手。众人听后又是一阵沉默。就算只有几个人前来也不行啊，谁一个人能打得过几个人呢？王远说，那我问你，我要是被人拿着棍棒堵在门口，你会袖手旁观不？那肯定不可能袖手旁观，我还能看着你被外人欺负到家门口了。其他的族人也都纷纷附和。是啊，看着咱们村里人被外人欺负，哪还有脸面对祖宗啊？对，到时候祭祖的时候都没脸进祠堂。对啊，所以说我们村里那么多人呢，还怕那几个催贷的吗？我只能说，若敢来犯，必叫你大败而归。而且若是大家都贷款了，那时候就不光光是一个族亲的原因了，
大家就会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，变得更加团结。那时我们将会无懈可击。听陈峰这么一说，众人又陷入沉默。他们突然觉得好有道理。这时，陈峰又继续打铁道：“各位长辈，依我看啊，我们这样借还是一件好事。你们看，这些平台贷款本身就不合法。要知道，其他借贷人可不像我们有足心保护啊，他们大多数都是孤立无援的。要是被上门催收，可真的要受那些人的胁迫了。”陈峰趁热打铁的讲了很多。众人听到这些话后，不乏一些人已经产生动摇，有的人在沉思，有的人在纠结。这个事得容我想几天，这样我先回去了。不过陈峰，你放心，不管我最后撸不撸这个黑网贷，那些催贷的要是敢来威胁你，我绝对不可能袖手旁观。其他人也纷纷附和，皆表示一样的看法。大家一阵表态后，也都陆续告别。陈父陈母把所有人都送走后，峰啊，要不你还是把那些钱还上吧。虽然你这些长辈说不会让你被外人欺负了，但贷款了那么多钱总归不好。趁着你刚贷款还没几天，利息应该没多少，我给你把利息补了，你把钱补了，好不好？陈广志用近乎商量的语气给陈峰说，虽说他是陈峰父亲，但在这事上他没了底气。爸，先不说这些贷款平台的利息，有的都是以9出13归这样计算的，就以我们家的情况，怎么补也补不上这些缺口。我整整贷了300多万啊，就光这几天的利息就有50万了。也就是说吧，我们现在还款得往里面填50万。陈父陈母一听，一瞬间觉得天塌了，陈母更是一屁股坐在地上。50万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原本还打算买些瓦砖翻修一下房子呢，现在好了，咱们先想办法把房子卖了，再找人借去吧。正当二老还在发愁之际，陈峰开口道：“爸，为什么就不能选择不还呢？就算不还这个贷款，我也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，而且我一直待在村里的话，也不怕那些催贷的来找我。再者，要是还那些贷款的话，50万会让我们倾家荡产的。相反不还的话，我们不光开着100万的车子，甚至还能用剩下的钱把房子翻修成别墅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还啊？”陈峰又这么问了一遍，让陈广志彻底愣住了，一大堆的自问自答在他心里回响。片刻之后，陈福缓过神来：“罢了，我跟不上时代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放心吧，爸，我会让我们家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好。不仅我们家，我还要带领我们村彻底摆脱贫困村的行列。对了，你刚刚说要装修房子？少说大话，这个坎能过去就好。我和你妈上午去镇上，就是问瓦砖的事去了。眼瞅你就要到了结婚的年纪了，这家里的老房子那么破，不翻修一下怎么能行？陈峰听得有些尴尬，他哪敢解释自己有什么女朋友，毕竟他只是女神眼中的舔狗罢了。行，翻修，这个钱我出，把咱们的房子盖成豪华大别墅。不行不行，知道你现在手里还有不少钱，但是也不能这么用啊。爸，我翻修房子的目的可不是为了结婚，我是为了刺激大家的胃口。刺激大家？对，毕竟这可是实打实的利益啊，这才是真正能刺激他们胃口的良药。你非要拉乡亲们下水？爸，你这话说的，首先只有让大家都撸，大家才能成为一个整体。再说我可是贷了40多个平台的网贷呢，40多家的来回骚扰，就算是我亲大爷也是会疲乏的。但让我们成为利益共同体后就不同了。陈峰又一次论述，陈广志虽听着不对劲，但也渐渐释然了。下午的时候，陈峰叫上陈府购买了大量的建筑材料。够了，陈峰，这买的太多了。爸，这才哪到哪啊，这才是第一批呢，等到设计图出来后，还要来第2批采购呢。啥？这还不够？这些盖个5楼都绰绰有余了吧？爸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把家里房子翻修成豪华别墅。陈峰想起中午的时候设计师给他画的初稿。爸，你看，我们以后要住的就是这种房子。这不是电影里面才能出现的城堡吗？你这是要把我们家建成城堡啊？对，这才能配叫得上豪华别墅啊。老实本分一辈子的陈广志，这一刻心境得到了动摇。回家前，陈峰来到打印店将设计图打印出来，在家门口将大海报硬生生地挂了上去，尺寸之大令人震惊。和他家互为邻居的陈广远恰巧出门，正好看到，因为陈广远之前是在工地干活的，第一眼瞬间震撼到了。这是你们新房子预览图，你们新房子要盖成这样？陈广远呆愣半天，脸上全是呆傻与震惊。看着陈广远的面庞，陈广志也不禁暗说：没错，我家新房子就是要盖成这样。哎，这房子这么大，得空多少房间啊？一想到后半辈子要住在这么空落落的房子里了，心里还有点寂寞呢。此刻陈峰又继续补叨道：不空落，爸，以后还请保姆呢，不然这么大的房子靠我们自己打扫的多了呀。住着如同城堡一样的房子就算了，你们还要请保姆，
真把自己当皇帝了。哎，反正这撸网贷赚来的钱花着就是爽，这车子房子捡来是的。陈广远听完，心事重重的走了。陈广志父子的话语充斥着他的脑海，一句一句的回忆，就算到家也没消丧过。又想到自家老二上大学的钱都还没准备够呢。孩子他娘，要不我也试试。林出生在全国有名的贫困村，可他刚回家的第二天，却要张罗着盖豪华大别墅，并且房门口还一车一车的拉来建筑材料，村里人见了都无比的嫉妒。陈峰，这是你家订的东西呀？这是要翻修房子吗？这不会都是你撸网贷的钱吧？买了这么多材料，你家这是要翻修成2层小楼了？不是2层楼，是3层楼，而且这才哪到哪啊？这才是第一批，后面还得订第二批呢。第二批得比这多了。竟然盖3层楼，好家伙，那这得是我们附近几个村第一个3层楼啊！程峰，你不会被坑了吧？3层楼用不了这么多材料啊！大爷，我要盖的可不是那种普通的3层小楼，怎么解释呢？算了，大爷请抬头看。一瞬间，所有前来参观的人全都无比震惊，每个人脸上都露出羡慕的神色。这是程峰家要盖的新房子。我勒个乖乖，这不是电影里国王住的地方吗？叫什么城堡？我的天，这得多少钱啊？买了100多万的车，现在又要把房子盖成这样，他这是撸了多少网贷呀？撸网贷真的有那么香吗？这一刻，所有围观人的心里都疯狂跳动，几乎都产生了撸点的小心思。晚上的时候，陈峰开着100多万豪车与翻修房子的事情已经在村里传开了，每家每户都在讨论这个事情。就比如陈广远家，娃他娘啊，要不我也去撸网贷吧？我现在腰不好，干不了重活，你也没啥收入，现在老二又该上大学了，到时候钱凑不够，那不耽误孩子一辈子了吗？广远媳妇低头不语，半晌才开口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这是你拿主意吧？没事的，就撸一点应该没事的。又比如陈广亮家，我看是可以尝试一下的。你看陈峰说的多有道理呀。可是我心中还是觉得有些不带劲。有什么不带劲的？不仅不违法，还算是做好事了。我看你就是单纯的怕，害怕人家催贷的上门讨债。我能怕他们？他们只要敢动手，我扛着锄头往他们头上砸。再说了，那催贷的来咱们村了，还能让他上天了？那不就得了？那你还有什么犹豫的呢？你想想陈峰的车子和那城堡一样的房子，你要知道他们之前可不如我们家呢。凭什么他们现在逃上了？还不是因为他撸了网贷？陈广亮媳妇说了半天，见他还在犹犹豫豫。你个怂货，你不敢贷，我贷，我也要住那种房子。凭什么他家马上要住那种房子，而我还在缝衣服？陈广亮被这话一激，也直接坐了起来。谁怂了？不就是撸网贷吗？明天我就找陈峰去请教他是怎么撸网贷的。短短的一晚，村里好几户人家都生出了找陈峰撸黑网贷的打算，而陈峰第二天却直接来到了市里的建筑公司。就在陈峰与装修人员洽谈合作的这段时间，陈峰的手机已经被放贷的内人轰炸了99个未接电话。你妈，这小子竟然不接我电话！妈的，不接是吧？不是老子之前说的话是吧？真以为老子说再不还钱就通知你亲戚朋友这些话是假的？好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挨个给你的亲戚朋友说。喂，把那个电话本拿来。转眼间，一个被记得满满的电话本便被拿到刘大壮面前。就你了，Triple王老师。说着，刘大壮按下电话号便拨通了过去。王老师，陈峰你认识吧？你承认是学生了，那就好说了。他欠我们贷款不还，这事你知道吗？你们学校平时就是教学生欠钱不还的吗？你醒醒的是怎么当老师的？巴拉巴拉，刘大壮说了一堆难听的话。电话那头的王老师直接被骂懵了，半晌才反应过来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是我欠的你钱吗？你就让我还，谁欠的你钱，你就让谁还。你要是再打电话过来，我就直接报警了。王老师还想继续输出，直接被挂断电话。刘大壮根本不在意他说了什么，他的目的就是给陈峰造成生活影响。事情也如他所料，王老师电话被挂了之后，火气蹭蹭的涨，迅速便查出了陈峰的班级信息。好小子，原来是土木2班的，你别想毕业了。王老师转头便拨打了教务处主任的电话，并且添油加醋说了一番后，直接进行开会处理。经过一个会议的讨论后，所有人都觉得陈峰行为太恶劣，最后的决断是开除处理。而在他们讨论的过程中，刘大壮将陈峰的所有朋友打完，直接看到广字开始。广亮叔、广远大爷都是广什么的，应该都是陈峰的亲戚吧？刘大壮嘟囔着便开始拨通电话。喂，广亮嘛，陈峰你认识吧？你侄子很好，你知不知道你侄子借了我们的贷款，逾期不还，借了多少？3万6。你他妈的问这些干什么？你问你能不能也贷？刘大壮瞬间愣住，他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。能啊，
我这放款一个可是能拿不少提成呢。那我能借多少啊？刘大壮想了一下那些放贷流程，直接开始指导起来。但离谱的是，陈广亮连流水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刘大壮一想到这些都是自己的业绩，也开始耐心的解释起来。最后评定的结果是广亮大爷只能贷1万1。刘大壮让他下载软件准备贷款。下载软件怎么下载？刘大壮又解释了一遍。智能机，我这手机不是智能机，等一会儿吧，我去借个智能机才贷。大爷，记住我之前说的邀请码哈，贷款的时候一定要输入啊。陈广亮挂完电话后，心中第一想法就是去找陈峰，毕竟陈峰肯定有智能机，因为陈家寨是有名的贫困村，很多人连智能机都不知道是什么。而刘大壮这边挂了电话之后，心里美滋滋的，毕竟只要放贷他就能拿到提成。接着他继续打着电话，广远大爷，该这个了。开头还是语言输出了一番，没想到的是陈广远也和陈广亮一样要贷款。这样的事千年不遇一回，今天竟然就让我遇到了2回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刘大壮拨打了9个较广的陈家村人，不是要贷款就是询问贷款信息。兄弟们，今天我请大家喝酒。陈峰家中短短几刻已经有4人再次聚集，每个人嘴里都含糊着几句邀请码，就这样重复着，一直等到陈峰到家。陈峰，今天有一个电话打来，说你欠债不还怎么样，我没搭理他这个事。我问了一下我能不能也贷，然后那人给我查了一下那什么流水，说我能贷1万1，只不过我没有智能机，贷不了。你能不能给我整一下这个贷款？对了，他给了我一串邀请码，说这个很重要，贷款的时候一定要填上，我怕记不住，都念叨几个小时了。邀请码是……陈峰，我和你广亮叔一样，不过我的邀请码是……剩下2人也跟着报出了自己的邀请码，但皆有几个数字不同。陈峰，是不是这每个人的邀请码都不一样啊？你们应该都是同一个人打的电话，那这个邀请码应该都是一样的。那肯定是他们3个记错了，我肯定没记错。啊呸，肯定是你们3个记错了。没事，各位叔叔大爷，这个邀请码不重要，就算没有也无所谓。那邀请码就是证明是那个人所拉的客户，也就是说，你们贷款的时候填了邀请码，他们老板就会给那人提成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那家伙一直在强调这个。陈峰自然知道催贷的是哪个平台的，所以他直接打开那个网贷平台，给他们注册账号，然后开始帮他们贷。大约用了近1个小时，陈峰终于将陈广亮4个人的贷款都搞定。陈广亮4人看着手机上银行到账的信息，嘴都裂开了，硬要拉着陈峰去镇上吃饭，但陈峰以要收拾东西为由拒绝。望着4人离去的背影，陈峰的心情也很是愉悦。堤坝出现裂缝，那这洪水可就止不住了。网贷公司，刘大壮焦急地看着时间，已经下午6点多了，他的后台记录还是什么都没有。怎么还没有？这都几点了？这么长时间，他们借啥手机也都应该借到了。4个人了，总不能一个都没贷款成功啊！4个人，大壮哥，你看看这4个的贷款信息，是不是你说的那些人？陈广亮、陈广远。刘大壮看着这4个人的借贷信息，与下午打电话的人一模一样。刘大壮直接破防了，一想到下午还请了人吃饭，嘴巴更加没停过。就在这时，大哥，慌你妈呢？就不能稳重点？那个陈峰怎么样？下午去他家找到了吗？老大，我去陈峰住的那个地方找他去了，他已经不在那了。我打听才得知，那个地方是他租的，他已经退租了，就昨天上午退的。他妈的，这小子竟然敢跑路！他奶奶的，真拿我们是吃素的！今天上午给他打电话，他直接挂了，现在又跑路了。真以为这样老子就拿他没办法了是吧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我直接去你老家找，就算你不在，你爸你妈总还在呢。你快把陈峰的信息调出来。片刻后，陈峰的真实信息全在刘大壮面前一览无余。陈家寨，二柱子叫上兄弟们，现在就去陈家寨。明是全国有名的贫困村，可当我回村的第2天，不仅人人盖上了大别墅，甚至全村人的身价还暴涨了几万倍。原来是我带领了全村人撸了黑网贷。可正当大家其乐融融时，催收公司竟找上门来。大哥，这里就是陈家寨，就是不知道陈峰他家具体在哪。你他娘的不会问？看到那几个老头没有？你直接去问他们。老大，几位大爷，闲着呢，有事吗？我问一下路，陈峰他家怎么走啊？我是他同学，有点事找他，但是他电话打不通，害怕他出啥事。想到他以前说过他家是陈家寨的，我就过来找他来了。陈峰朋友啊，陈峰在家呢，他家就在。你最近联系不上他，可能是因为他在躲债的吧？现在陈家寨刘家人员基本上都知道陈峰撸网贷的事情，大爷心直口快，也就顺口说出来。二柱子听到这个消息，赶紧回去到老大身边。
他奶奶的，跑回老家躲债是吧？那我就把你家里人都打了。刘大壮一批人进村后，村口唠嗑的大爷却感到不对劲。我说，我咋感觉这些人不像什么好人呢？我也觉得胳膊上整着个大纹身，而且年龄也不小了。陈峰有这么大的同学吗？坏了，那些人不会是崔带的吧？他们是崔带的。刚刚指路的大爷心头一惊，站起身就跑。你这是干嘛去呀？怎么跑这么快呀？回家拿铁叉去。要是陈峰被这些崔债的欺负了，我晚上还能睡得着吗？对呀，怎么可能被外人欺负到家门口？与此同时，就是这家了，老大。他娘的，这房子都破成啥样了？还有这门口挂着的是啥？老大，他们好像是要盖新房了，这好像是预览图。新房子要这么好，然后欠我们的贷款还不还？拿我们当猴耍是吧？兄弟们，抄家伙！刘大壮振臂一挥，10多号小弟瞬间冲了进去，找了一圈后发现一个人都没有，直接下令手下开砸。而刘大壮自己则坐在院子中等陈峰回来。陈广远家在刘大壮砸门的时候，陈峰他们便听到动静，好像是咱们家发出的动静，是有人砸咱们家的门。啥？砸你们家的门？谁干的这缺德事？我今天非要给他点教训！说着就拿起院里的铁铲就要出门，陈峰则一把拉住了他。大爷，可能是催收的来了，先别着急行动，我们现在盲目过去，可能只会把自己搭进去。对，这样，广远哥，反正他们不认识我们，咱们2个先过去瞅一眼，陈峰就别跟着去了。行。陈广远和陈广志刚刚出门，就碰到10几个陈家寨的人手拿铁叉就往他们这里打。广志、国远，你们在这呢？那些崔寨的呢？广勇哥，你们怎么知道崔寨的来了？怪我了，刚才我们在村口下棋，然后一辆面包车经过。陈广勇一番解释后，陈广志也明白了怎么回事。这么说，车上大概有10几号人？应该是10多号人。10多号人，他们手中应该还都拿着钢管之类的东西呢，因为我们刚才听到铁器砸门的声音了。这些小逼崽子还敢砸门？广勇哥，你别着急，他们10多号人，我们现在也10多号人，但是他们都是年轻小伙，而我们都40、50了，就这样硬碰，肯定还是我们吃亏。我们再喊些人，这样才牢靠些。一众人一听，觉得很有道理。就在他们在准备喊人时，周围又来了10几号人，而且都拿着家伙事。众人一看现在有20多号人，也不怂了，直冲冲的就要往陈峰家门口走去。你们等一下，我和广远哥抄个家伙去。说着，陈广志和陈广远就赶回家中。陈峰，走，干那些催债的去。众人走到家门口，发现停在门口的面包车和被损坏的房门。我家大门果然被砸了，面包车还在，估计人在我家里面呢。各位叔叔大爷，咱们准备好。放心吧，陈峰在咱们陈家寨，还能让他们放肆？今天就给这些小逼崽子一些教训，竟然还敢骗我的善心！就在说话间，在陈峰家等着的刘大壮他们也听到了外面的说话声。听声音，这是来人了。陈峰还喊人了，喊人了又怎么着？我刘大壮还能怕他？兄弟们，抄家伙，给他点颜色看看去。话音刚毕，10多号人拿着钢管就往门口走去，刚好撞见了陈峰他们。刘大壮看到陈峰一行人，直接笑出声。陈峰，你不会就是指望着这些人帮你的吧？一群老家伙，赶紧回家养生去吧。你个小逼崽子怎么说话呢？别看你大爷我年龄这么大了，但是修理你个小逼崽子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我们年龄大了点怎么了？我们虽然年龄大了，但是我们有20多号人，还怕你们？而刘大壮丝毫不怂，毕竟他带的这10多号人，个个都是20多岁的年轻小伙。陈峰，赶紧还钱！欠钱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让你身后这些人评评理，你欠我们钱该不该还钱？呵呵，欠钱还钱是天经地义，但那是指合法合规途径下的。但你说说，你们的借债合法合规吗？你们那利息点都9出13归了，根本就是违法。我管你违法不违法呢？反正借我们钱就要还钱。你小子都有钱盖新房子了，还不还我们钱，不准找茬的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盖新房的钱有一点儿还是你们的呢。新房子至少有上百块砖头，是你们贡献的呢。此话一出，刘大壮直接急了，瞬间有一种牛头人的感觉。陈峰，你是不是想死呀？你个小逼崽子怎么说话呢？老东西，你是不是找死呢？你再给我指一个试试，信不信我让兄弟们分分钟弄死你？一瞬间，刘大壮身后10几号小弟立马举起钢管对着陈广志骂了起来。但陈峰身后的族亲也不甘示弱，也纷纷进行反击。此刻，院子中充满了剑拔弩张的气息。
仿佛随时能爆发一场战斗。和刘大壮面对面的陈峰更是愤怒，直接将手中的铁铲对到刘大壮脸上。你嘴巴再不干净，信不信让你躺着出陈家寨？凭什么？就凭你身后这20多号半百老头子吗？我好怕有，而且我们都是20多岁的年轻小伙，你们这些人年轻的都40多了吧？你们能行吗？此刻陈峰冷静了，他的这些叔叔伯伯身体素质本就不如对面，就连人数也没有压倒性的优势。现在陈峰才感受到自己的弱小。就在陈峰还在焦急的思考对策时，陈广志，你这小子真不够意思啊！这种情况也不喊我们一声。就是我看看谁敢来我们陈家寨闹事。就在这时，陈峰家门口少说来了60人，而且手里面都拿着家伙。一瞬间，这些人直接将院子填满，刘大壮一行人直接被包围起来。此刻，陈峰的底气瞬间大增。叫，你现在还叫得出来吗？刘大壮咽了口唾沫，压下心中的惊慌。呵呵，人多怎么了？我们又不动手，你们还要先动手不成？兄弟们，把手里的家伙都扔了。陈峰，只要你们敢动手，那属于是唯有我们直接就是报警，之后你们都得完蛋。来呀，你走啊，你走啊！你这下陈峰直接被整无语了。他以为刘大壮就属于武将，没想到竟是文武双修。此刻的局面直接尬住了。就在陈峰心中郁闷不已时，动手，一切后果我来承担。明明是心狠手辣的催贷人员，可当我借了400万并逃回老家时，前来催收的人直接被围殴在地。只因我所在的是一个宗族式村落。正当他们被打崩溃的想要报警时，宗族长老直接出动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再打真出人命了！最里层的人大喊了一声，人群才安静下来。刘大壮一行人如同死狗一样趴在地上一动不动。都活着呢，没有断气，他们应该只是昏过去了。大爷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报警呗，还能怎么办？对，报警吧，让叔叔处理他们，不然这些人一直在这躺着也不是个事啊，总不能让我们把他们送医院去啊。好了，大家都回去吧，该忙啥忙啥去吧，让二爷爷他们进来就行了。陈峰、广志，这是你们家，同时也是陈峰的事情，你们现在报警吧，然后你们俩陪二爷爷他们在这里等着。好。随后大家纷纷带着家伙事离开，3位老人也慢慢的坐了下来。2太爷爷、3太爷爷、6太爷爷，你们先坐，我去打电话报警。过了一会儿，对不起哥，我错了。哟，这不是刘大壮吗？这才几分钟啊，就变成这样了。由于被打得老眼昏花，半晌之后才反应过来眼前的是陈峰。小子，你他妈的完蛋了，竟然敢对爷爷我动手，我要报警，我要让你们都被抓起来。不用你报警了，我已经报过了，叔叔应该就要到了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要坦白从宽是吧？妄想用自首来减轻惩罚。哼，你痴心妄想，我是不会松口的，更不会签谅解书的。我肯定要让你牢底坐穿。不仅是你，你们村里那些动手的人，一个都别想逃得掉。到时候我要一个一个指认，把你们全部都揪出来。那你想多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几句陌生的声音。刘大壮一见是叔叔来了，只见冲了过去。叔叔，救命啊！叔叔！哈哈哈，陈峰，你完蛋了，后半辈子就等着在监狱度过吧。叔叔，是我报的警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是这样的，这些人拿着钢管冲进我家，就想要打我。还好我2太爷爷、3太爷爷、6太爷爷他们在我家，把他们打趴下了，不然这些人今天就把我打残废了。叔叔，我真的好怕怕。几位叔叔往后看了看，只见3位眉毛、胡子都全部白了的老人正朝着他们笑着点头。叔叔们瞬间懵了。你是说院子这10几个人都是被这3个老人打趴下的？刚才你说这3人是你杀？太爷爷是吧？那这年龄怎么着也得90多往上了吧？所以你是说这3个90多往上的老人把10几个拿着钢管的年轻小伙子打趴在地上，一动不能动了？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刘大壮第一时间也懵了，刚想反驳，叔叔们，你们看，他手里面还握着钢管呢。几位叔叔低头一看，不管这些人是不是被这3位老人打趴下的，但我们都已经来了，你手里还握着钢管呢，是不是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？我靠，是哪个蠢货还握着钢管不放手？这不是等着给叔叔留证据吗？不对，他们怎么都看向我？叔叔，你们听我解释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小子欠我们钱不还，我们过来本来是收账的，结果这小子却是喊来一大帮人，不由分说就对着我们一顿拳打脚踢。他们是收债的，你欠他们钱了？对，不过他们属于高利贷，贷款利息远超过国家法律规定。那你们的债务关系我们管不到。但是你们拿着钢管闯入民宅，这属于违法行为，这我们需要管。而你们属于防卫过当，也属于违法行为，你以及你的同伙也需要跟我们走一趟。现在你赶紧将参与人员全部都交出来，
不然你还涉及包庇违法人员。叔叔的处理方法很公正，不偏不倚，但他们想不到的是，陈家寨有三老啊！动手的是我们仨，就由我们仨跟你们走一趟。3位老先生，你们就别添乱了。你要是坚持这样，我就真的把你们也带走抓起来了哈。是啊，你们好好想一想，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要蹲监狱，受得了受不了？他这话当然是吓唬三老的，毕竟三老这种岁数，监狱根本不收。没事，该关起来关起来，该怎么判怎么判。3位太爷爷的态度十分端正，直接让叔叔人骂了。你们3位能将这10几个拿着钢管的20多岁小伙打成这样，这谁能相信啊？对啊，就算是3岁小孩子都不能相信吧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只是年龄大点，还没真的入土呢，打10几个小伙子怎么了？你去打听打听，我们3个年轻的时候可是方圆10里有名的好手。别嘴硬了，老先生，那是你们年轻的时候，你们都这个年纪了，怎么可能将这些人打成这样？就是，你们这3个老头子到现在还在糊弄叔叔呢，等会儿就给你们全部抓起来，一人一个包庇罪。就在双方还在争执时，门口传来一个更加苍老的声音：就凭你们3个还能撂倒这些人？你们仨说出来脸红不脸红了？别说是你们现在，就算是倒回个60年，你们仨也不行。只见门口来了一个更加年龄大的老者，五叔，太太爷爷。带队叔叔一看，心想终于有人能管住这3位老顽童了。老先生，你刚才的话说的简直太对了，这3位老先生竟然说他们3个将这些人打成了这样，这不净瞎胡闹吗？说的对，他们3个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他们什么水平我还能不知道吗？其实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我撂倒的，这仨货了，也就是给我打下手而已，现在竟然还想给我抢功劳了。对呀，我们3就是打个下手。带队叔叔直接懵了，地上的刘大壮也是更加无语。得说这些人都是我撂倒的，年纪轻轻的，怎么耳朵就不好了？还不如我这个110多岁的老人呢。您老也知道您110多岁了，我要是信了，我都不如那3岁小孩。你这后生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看不起老头子我？我年轻的时候那是有名的好手。得，又来一个。我年轻的时候杀的人的数量都超过这些社会祸害了。此话一出，叔叔心中直接一惊，要么眼前的老者以前是罪大恶极的恶人，要么就是您是陈家老太爷。你认识我？当年人贩子，你将那些败类送进局子，就是我接待的你。得知老爷子的身世，叔叔也直接决断出来。你们持械私闯民宅，并还试图对陈峰这个年轻人以及4位老人动手，多亏了其中1位老爷子宝刀未老，不然他们就被你们欺负惨了。他们这种行为属于正当防卫，而你们属于犯罪。现在我们要将你们扣押了。这不对吧？片刻后，叔叔们叫了救护车，将地上躺着的也都送走。刘大壮也跟着叔叔离开陈峰家的老屋。嘿，陈家寨真他娘的黑！叔叔带着刘大壮一行人离开后，陈家老太爷也召集族人开起了会。陈峰，你能确保你的行为对社会是有利的是吧？太太爷爷，放心好了，我撸的都是不正规的网贷平台，他们不仅利息高的吓人，还会采用不正当手段催贷，就像刚才那些人一样。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借的越多，普通人遭受他们迫害的概率就越小。若是我们能借的让他们破产，那更是大功德一件了。这是陈峰的心里话，所以在陈家老太爷这种锋利的眼神之下，他依旧能正色说出来。听到这样一番话，陈家老太爷也变得缓和。那就行，各位都散了吧。就当众人准备离开时，各位长辈，我订了城里饭店，请大家一起吃个饭。谢谢大家今天对我们家的帮助。陈家寨利益一体化，是时候该推动了。临是全国有名的贫困村，可在我回村的第3天，不仅全村人身价暴涨数万倍，就连村口最穷的单身汉都开上了保时捷。原来是我带领全村人撸起了黑网贷。就在大伙还在疯狂刷流水赚钱时，网贷平台居然快被我们撸倒闭了。陈峰，为什么他显示申请贷款成功，却出现平台余额不足？请稍后再试啊！陈峰拿起手机一看，好家伙，还真给这个平台撸穿了。原来因为陈峰与刘大壮的恩怨，而且陈家寨第2天所有人都来找陈峰撸黑网贷，他就带领大伙在这个平台从早撸到晚。更巧的是，网贷公司虽然是9点下班，因为源源不断的借款提示，加上那些马仔想拿提成的心思，居然主动加班放款，直到早上5点，终于把平台干到余额不足。各位叔叔伯伯，这个平台的钱目前已经被我们撸完了。此话一出，院里没撸到钱的直接急了。撸完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平台没钱了，破产了？是没钱了，不过破产还不至于，等到平台有钱周转了，
比如从其他地方挪用一些钱，又或者将之前放出去的贷款收回来，他们就又能运转了。不过距离破产也不远了，毕竟90%都是我们陈家寨撸的。爸，现在一共有多少人贷款成功了？现在有252人了。陈峰大致算了一下，他们这些人最低借的都是2万多，也就是说他们大概撸了630万。我们陈家寨撸了这个平台600多万，若是我们全部不还，这个平台大概率就会破产了。黑网贷的资金其实并没有很多，这家已经算是很大的平台了，才能撸出来这么多。哎呀，怎么到我这就没了？早知道我早点来了。2万多块钱啊，整整2万多块钱啊！没撸到的纷纷展现苦恼，毕竟他们熬了一整夜。大家不用担心，只是这个平台没钱了，但并不代表不能撸网贷了。我们还可以换平台继续撸，这种黑网贷平台网上多的是。此话一出，在场的大伙才安静下来。不过我们现在已经熬了一夜呢，我看广远大爷、广亮叔他们已经撑不住了，而且你们也是同样熬了一夜了。这样，我们各回各家，先补个觉，等到下午再继续撸网贷，行不行？院子中这些人听完也纷纷点头。那行，那我们就下午再来。是啊，我们就先回去了，不耽误你们休息了，我们下午再来。说着，这些人转身出了陈广远家，嘴里还一遍遍地告诫自己：陈峰，手机还你，等需要我们操作的时候再给我们就行。是啊，年纪大了，熬不住了。走了，等下午再过来。此时，刘大壮的网贷公司爽！大家先回去休息吧，我待会就打电话向老板请功，一定会让奖金狠狠地填满我们。老大，你现在打就行，等你打完电话了，我再回去休息。你们这些家伙！说完，放贷组组长便开始拨打起老板的电话。老板，好消息啊！你是不是花钱给我们平台打广告了啊？这效果是嘎嘎好啊！你猜怎么着？整整一晚上，我们一共放出252单啊！一共贷出了638万呢！我带着兄弟们熬了一夜啊，休息都没敢休息。要不是我们资金库没钱了，还能再继续往外贷呢。老板，你周转一下资金，趁着广告的热度，我们能大赚一波。什么广告？我没买广告啊！没买广告？那我们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贷出去了这么多啊？王刚猛然一惊，想到刚刚去帮刘大壮做保是他所提到的陈家寨。你赶紧查一查这252个贷款信息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蹊跷的地方。放贷组组长听完，心中咯噔一下。几分钟后，他看到手里的信息，额头上不禁冒出了冷汗。老板，这些贷款的人都姓陈，而且他们地址都是陈家寨。你说呢？陈家寨。王刚浑身一僵，手机应声落地。陈家寨638万，打水漂。你们还在公司呢是吧？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，熬了一个通宵是吧？你们最好祈祷陈家寨的账能收回来，不然老子把你们剁了喂狗。638万收不回来，足以让他成为丧家之犬了。况且这里面属于他的本金只有200多万。组长，老大怎么说？是不是奖金多到让你说不出话啊？出事了！他将刚才对话的内容说了一遍，大家听完之后全都懵逼了。怎么办啊？组长，我感觉老板现在弄死我们的心情都有了。兄弟们，我们现在赶紧跑吧！600多万的烂账，老板大概率是要破产的，而这一档子事还是我们熬夜加班干出来的，老板最后肯定会将怨气撒在我们身上，而且咱们老板那可是混黑起家的，手段多脏咱们也都知道。组长的这番话，放贷组的人一致认同。走之前把电脑格式化，这里面可是有我们的信息啊！可是公司放贷信息也全都在我们电脑上呢。你是傻吧？这时候了还替老板着想呢？众人刚准备格式化电脑，不行，我可听说有些人是可以恢复硬盘数据的，所以我怕就算是将电脑格式化了，老板也能找人将里面的信息再恢复了。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将电脑直接拿走。说完，众人就开始分工装电脑。短短几分钟，这几人就抱着电脑直接跑路了。而众人跑路没多久，王刚就到了。没错，老板气炸了。而等王刚再次醒来，已经是在医院的病床上了。陈家寨，还有你们几个马仔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与此同时，陈峰休息完走到院子，发现院子中已经有不少人在等待着。他们见陈峰起来，陈峰，这里还有新平台可以撸吗？放心吧，我这几百万是怎么来的？肯定是从多个平台撸来的，一个平台可撸不来这么多钱。你们看，我在休息前就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。众人一听，脸上全都露出喜悦的神情，于是又像上午一样开始排起了队。3万1，我竟然收到了3万1。陈峰之前都是2万多啊，怎么他的这么高，竟然突破3万了？难道是他的资金流水更高？说，其实就是因为换了平台的原因，这个平台比之前那个大，额度自然就高了。一句话的功夫，又有几个人撸成功。看着手里到账的3万多块钱，众人直接欢呼起来。而陈广远此时却欢呼起来：广远哥，你不舒服，要不你先休息休息，不舒服可千万别硬撑着。陈广远没回应，脸上表情仿佛是下定了某种决心。
陈峰，等会儿我能不能也撸一下这个平台啊？广远大爷，这不就是你的自由了吗？你想撸就撸呗，手机在你手上呢，你也知道操作流程，所以这根本不需要问我啊。很好，主动的贪念终于出来了，这样滚起雪球来，才能将大家真正的绑定在一起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陈广远直接带着身份证前往里屋，开始自顾自地撸了起来。已经撸到手的村民离开院子后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都知道现在能撸出3瓦多块，加上每个人都有的吃醋心理，也纷纷赶来陈广远的院子中，又开始像上次一样在院子中排起了长队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短短1天就到账的5万多。严伟，你完事了就赶紧腾地方，后面还有这么多人排队等着呢。此时的院中已是挤满了人。陈峰看向院中，发现这次比之前又多了100多人。显然，陈峰所制造的雪球终于开始滚动了。乡亲们，已经撸过贷款、拉高过资金流水的，来广远大爷、广亮叔，还有我这里，大家不要急，每个人都撸得到。而此时的医院，王刚病房里，大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住院了？是放贷组的那些蠢货给陈家寨放了600多万的贷款。王刚将事情的经过以及放贷组跑路的消息告诉了这个小弟。大哥放心，那些玩意我一定逮到。但是陈家寨这事确实不好办啊，不好办也得办。等我能出院了，就召集所有人，带着家伙去陈家寨，钱必须收回来。明明是全国有名的贫困村，可在我回村的第4天，不仅人人开上了豪车，就连耕地的牛都放起了年假。原来是我不仅带领全村人撸起了黑网贷，更是率领他们搞起了抵押车。就在大家畅想着美好生活时，网贷公司老板开始密谋起来。老大，现在这种情况，我们要不要和别的平台通气？万一陈家寨还撸其他平台，他们损失可救。不仅不让他们警惕陈家寨，还让他们认为陈家寨是优质客户，欢迎陈家寨的借贷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反击陈家寨的同盟就会越来越大了。你现在就去散播消息，说陈家寨都是优质客户，由于是要做集体生意，才会出现这种整个村大规模贷款的情况。好的，老大，我现在就去做。很快，各个黑网贷公司都知道了一个消息：陈家寨正在大规模借贷，而且陈家寨是优质客户。而此时的陈家寨，陈峰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内容，从申请失败到申请成功，陷入了疑惑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按理说这么多 IP 涌入禁区借款，应该半天就不给放贷了，怎么突然又恢复了？陈峰很疑惑，对于刚刚出现禁止放贷的情况，他的猜测绝对没有错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平台又突然放下警惕。算了，不想了，反正你不警惕我们陈家寨，那我可就放开撸你了。而陈峰不知道的是，因为网贷平台都收到了王刚传来的消息，都把陈家寨视为一块大肥肉，巴不得陈峰来撸。就这样平静的过了5天，这期间陈峰找了天使贷、死神贷等各种各样的贷款软件给陈家寨撸。临近傍晚，陈峰将剩下的人送走，让他们明天再来。哇，现在陈家寨有多少户人家参与撸网贷了？差不多得有402户了。402户吗？陈家寨一共486户人家，估计等到明天或者后天，就差不多都参与进来了。我这第一个雪球终于要完成了。深夜，陈峰照例在床上刷会手机，准备睡觉，直到刷到一个帖子：16万买了一辆 A8，帅不帅，兄弟们？卧槽，哥们，你是4S 老板他爹啊！18万竟然能拿到车况这么好了。楼主，这种车我知道，这是抵押车。之前我8万买过一辆 E300，但是开不到1个月车就没了。啊，怎么回事？2楼详细说说。就是车被人拉走了，有一种专门收车的组织，叫做抵押车清收队，他们会在晚上的时候把你车偷偷拖走。还能这样？这一个车上装满了 GPS， 你跑到哪，他们都能找到你。卧槽，那算了，我就不打这个抵押车的主意了，买了也保不住啊。我不信，我明天就把 GPS 全拆下来。别想了，你拆不干净的。等你觉得这样安全了的时候，指不定车上在哪还藏着一个呢。陈峰放下手机，他的心里隐隐有了盘算。抵押车，清收队。对啊，这抵押车对这些人来说不安全，但对陈家寨来说不是啊。这些清收队赶来陈家寨，直接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，20万就能搞一辆上百多万的车，这真的可太行了。而且抵押车交易是合法的，但清收队偷偷拖走抵押车的行为是违法的，那这还怕啥？现在想想，咱陈家寨买抵押车也属于为民除害了。陈峰越想越兴奋，直接不睡了，在网上找起了抵押车商贩，他直接挑选着那些低到离谱的抵押车，将这些记录下来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陈家寨彻底进入了疯狂状态，从原先只有他和2个大爷放款的模式，直接变成了50多个人进行操作，每个村民撸的平台也越来越多，现在基本上人手撸到了50多万，40多个平台已经渐渐撸完。正当大家焦急之际，陈峰转手又为大家找到了30多个。他将新平台的操作手法教给大家后，望着已经要捉襟见肘的网贷平台，陈峰决定现在就去一趟抵押车行。大伙有没有需要买车的？我准备去抵押车那里看看，大家如果有需要买车的，
我可以帮你们定了。陈峰也没瞒着，直接将什么是抵押车、清收队，还有他们的操作勾当都告诉了大家。10几万就能买原本100多万的车，还有这好事？这不是有风险吗？有可能开了10几天就被清收队的人偷走了。清收队管他什么队呢？只要来了咱们陈家寨，他就得乖乖的窝在地上。没错，只要他敢来陈家寨，别说把车偷拖走了，他自己的裤衩子他都守护不了。反正我们买车是合法的，他偷拖车是违法的，我们怕他们干啥？说的也是，反正买了车也不会往远开，在白天也不需要怕清收队，在晚上车肯定是在陈家寨放着。买了，我要买奔驰 i， 就和陈峰一样的那个，我看着那车挺大气的。我要买宾利，24万就能买宾利，爽得要死。众人经过简单的议论，人群中便已不少人下了决定。陈峰将他们的需求做了个统计，毕竟大家的钱得来的太容易，所以花起来更是没有丝毫压力和负担。各位亲，车贩子那里有什么车？这是不一定的，有些你们所说的车，他们可能并没有货。不过刚才听着大家的声音，我大致也知道大家是想要什么类型的车了。这样，车贩子那有什么豪车，我都给定下来，到时候大家再挑选，可以吗？众人一听，纷纷表示点头，毕竟他们也不在乎什么牌子，只要是豪车就行。陈峰带着全村的希望，踏上了前往抵押车车行的路。陈家寨的众人也浑身更有劲。开撸，如黑网贷，嘿嘿，以后咱也是开100万豪车的人了。贫困村，以后别和陈家寨沾边了。我就说陈峰是我们村最有出息的。片刻后，陈峰按照手机指引来到抵押车型。你好，是来看车的吗？对，想买车。你买车？你这不是开着车吗？销售人员看陈峰傻愣愣的，开始有意图的套起陈峰的底细，但陈峰则将计就计。我是帮村里的乡亲们看的，这个是我新买的车，我开这车回家后，村里的乡亲父老可羡慕了，说他们也想买，然后我就又在网上找。哦，对了，我这也是抵押车，不过我这个有些贵，花了20万了。我看你们在网上发的21万都可以买迈巴赫了，这是真的吗？真的，绝对是真的。我们实际价格绝对和网上宣传的价格一样。比如你看这个，我们网上报价24万，实际也卖你这个价。啊，那我岂不是亏大了？我这个奔驰买的还20万呢，你们24万都可以买宾利了。对啊，小兄弟，有些抵押车车商啊，就是贪得无厌，收抵押车的成本明明很低，却卖这么高的价格，这不是坑人吗？其实啊，我们收抵押车的时候成本很低的，比如这辆宾利吧。接下来这个销售人员的一阵忽悠，陈峰也摆出一副傻子的表情。哎，原来是这样的，卖我车的车商确实可恶，竟然卖我这么高的价格。大哥，等会儿你能不能再给我便宜些啊？说实话吧，老弟，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有一种亲切感，感觉你就是我亲弟弟一样，所以你放心，肯定能给你便宜就给便宜。这样吧，你看上哪辆车，我直接给你老板规定的最低价。真的吗？大哥，你人真的是太好了。一阵扯皮，两人皆是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随后，这个销售就带着陈峰看了一堆各式各样的豪车。大哥，我去打个电话，给乡亲们说一声，询问一下他们意思。陈峰自然不是询问大家意见的，只是为了演给那个销售人员看。他站在门口拿着手机，手舞足蹈。片刻之后，大哥，我刚才给我们村长说了，我们村长觉得挺合适。我们村长的意思是，要是价格在刚才的报价上再便宜些，一辆再便宜个1万块钱，我们村就把这些车全买了。什么？你说啥？全买了？这些车，这可是有50多辆呢。是啊，我们村里的人这几年都挣钱了，花个10几20万买辆车不成问题。而且你家的车又好又便宜，大家都很心动，所以如果可以一辆再便宜1万块钱，我们就可以把你们这些车全买了。瞬间，这人呼吸都急促了，毕竟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大单子。兄弟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给我们老板说一声，你别走哈，他就在办公室里面呢，很快的。我不跑，我还等着买车呢，我怎么会跑呢？老板，上钩了，来了条大鱼。上钩了。明明是全国有名的贫困村，可在我回村的第5天，不仅家家户户在村口挑选着豪车，就连村里最穷的懒汉都开上了保时捷。原来是我带领全村人撸黑网贷发家致富，更是率领他们搞起了抵押车。就在我准备一口气谈下50多辆豪车时，抵押车老板出面了。小伙子，就是你要把我们车库的车都买了？对，也不对，是我村里的父老乡亲们要买，我是负责替他们过来看看的。而且我村长说了，我们村就有一个大学生，是村里最聪明的，所以他就让我来看看。原来如此，果然如我兄弟说的一脸憨样，这小子完全就是个没经历过社会的雏鸟了，还村里的唯一大学生。哟，原来是这样啊，不愧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，竟然能找到我们这种卖便宜豪车的车行，一般人还真找不到。对了，你们能不能把车送到我们村啊？然后让买车的人亲自和你签合同，一车一合同，
贾明一听，立马心花怒放，毕竟他正打算说这事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联系半卦，把这些车全部拉到你们村，运费我也替你们掏了。就在这时，他想起仓库还有近期拖回来的30多辆车。小兄弟，我仓库里还有30多辆车呢，你要不再给你村长打个电话问问，看看还有没有乡亲父老需要的？你放心，那30多辆车和这50多辆车一样，都是原价100万以上的豪车。陈峰装作为难的样子。30多辆，恐怕要不了吧？我们村里这2年虽然不少人在外打工挣到了钱，但是这些人也是有限的啊。我感觉买50多辆已经是极限了，还有30多辆，估计真的没人买了。你先打电话问问嘛，说不定还有需要的呢。这样一辆我给你提5000块，怎么样？行吧，那我问问。随后，陈峰走到一边，如法炮制，把忽悠销售的那套操作又来了一遍。这次陈峰装样子的时间更长，硬是手舞足蹈了3首歌的时间。终于完事了，都要了，这30多辆车也全都要了。都要了，好，我现在再联系2辆运输汽车的半挂车。陈峰在装车的这段时间里，在一家店足足买了几10个红外线报警器，这些数量足以在陈家寨的每个路口都放2辆。就在最后一辆车装上半挂时，陈峰也走了进来。贾老板，已经全部装车了，我们现在走吧。对了，贾老板，后面这30多辆也要和前面那50辆一样，一辆便宜1万块钱哈。放心吧，老弟。陈峰开着车在前面带路，几辆装满了100万豪车的半挂在后面跟着。抵押车老板和清收队队长此时也乐疯了。兄弟，准备什么时候动手？明天晚上吧，今天得给兄弟们打打气，毕竟这么多车，拖车的拖一整晚了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陈家寨村口，几辆装满了100万豪车的半挂车在村口整齐的停着，而空地上早已围满了陈家寨的人。半挂车上放下来一辆豪车，有谁相中的就直接来到前面签合同刷卡，整个现场简直毫无人性。会计的 POS 机每分钟都得刷走几10万。很快，几个运输半挂空了，将近90辆豪车都被陈家寨买完了。但是空地上还有等着买车的人。见此，贾明灵机一动，又找到陈峰。我看你们村还有不少人想要买豪车呢。这样，我认识一个同样卖抵押车的朋友，他车行的车也都是上百万的豪车，卖的价格也和我差不多。我在他那调些货，继续卖给你村的人，怎么样？还给我加餐了。陈峰装作为难的样子。可是你说的这家抵押车车行，我也不清楚什么情况，我不敢贸然让我村里的人买啊，万一再出啥事了怎么办？放心吧，保证和我车行的情况一样。这样吧，一辆车我还给你提5000块，怎么样？行吧，那我去和他们商量一下。随后，陈峰装作去商量的样子，和大家待了一会儿，这才重新走到贾明身前。行，还剩32人，你再调30辆车来吧，不过尽量调宾利、路虎这一类的车哈。还有，我的提成先给我。贾明大喜，立马给陈峰又转过去了16万。要知道他在朋友那调车，一辆可以抽成2、3万的，调32辆车，他可以白赚了70、80万块钱了。很快，调来的那32辆车送来，剩下32人个个满心欢喜的提了一辆车走了。等到贾明他们也离开，乡亲们，这是红外线警报器，开启之后，一旦有人在前面经过，就会发出警报声。现在大家将这些警报器安装在各个能进入我们陈家寨的路口，一个路口装2个。随后，陈峰给大家讲了一下红外线警报器的安装方式和注意事项，大家明白后分工开始在各个村口安装。很快，几10个警报器都安装好，陈峰将各个报警器测试无恙后，就让村民们离开。直到半夜12点多，几辆拖车和一辆半挂停在了陈家寨门口，为首的正是贾明的合作伙伴清收队老大孙乐成。该说的我都已经提前说过了，现在我就不多说什么了，我就叮嘱一点，做事一定要轻，不要大动作惊动了人。毕竟这个村要拖走的车很多，我们要是打草惊蛇了，后续拖车就麻烦了。放心吧，老大，这活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干了，早就熟练了。对，我们现在一套流程走下来，那是又快又干脆利落，根本不会发生什么动静。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。今天晚上大家辛苦一晚上，明天都能拿到不少钱，到明天晚上就可以好好去爽一爽了。众人一听，立马精神满满，斗志昂扬，然后纷纷开始摸进陈家寨。在经过路口的时候，并没有警报器发出警报声，原来是因为陈峰担心他们听到声音会跑，就索性让大家把车停在一起，在广场上装满了报警器。而此时清收队也很是疑惑，老大，不会是消息有误吧？这个村一下子买了100多辆车，不可能这街上一辆都没有啊。对呀，老大，咱们走的这条路应该是这个村的主路，是村里最大的路，也是村里的街道，不可能停的没有车。算了，直接看定位吧。说着，他拿出来了一个定位系统显示器，发现100多辆车信号全在一个方向。等到孙乐成带队赶到，怪不得我们一辆车都没见，原来车都在这里呢。正好了，省得我们一辆一辆找了。操，
直接过去拖。于是他们这几辆拖车全部往那一个方向走去。然而刚靠近那片汽车时，忽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。坏了，中计了，赶紧撤！但是他们前方无法通行，路全部都被汽车挡住了，他们只有原路退回。但此时除了孙乐成，其他的小弟都没反应过来。撤退啊，还傻愣的干嘛？众人被孙乐成一骂才反应过来，但他们倒车并不快，因为陈峰提前给村民们打过招呼。转眼间，已经有100多号村民围了过来，并且陈家寨各处还都在往这来人。呼吸之间，村民们就将孙乐成他们围住。孙乐成看这场景，心中也有些慌，毕竟在法律层面，他们才是属于违法的人员。你们赶紧给我让开，不然我们就开着车直接冲出去了。看我干嘛啊？都这种份上了，你们还想啥呢？不想办法冲出去，难道被这些人送到衙门里面吗？小弟们一听，也纷纷醒悟过来，赶紧滚开，不然撞死你们！老东西，瞅啥瞅？赶紧给我滚开，不然我们就踩油门了。说着，拖车发动机嗡嗡直响，意图吓退陈家寨的这些人。但是陈家寨可不惯着他们。来，照着我头压过去。这有本事你们就从我身上撞过去，不撞你就是孙子。还想吓唬我们陈家寨的人？我们陈家寨人怕吗？陈家寨人的这些表现，直接把孙乐成他们镇住了。他们是真不敢真的撞，但陈家寨是真的不怕撞。这陈家寨怎么这样啊？怎么像是土匪窝？这尼玛比我们亲收队的人还地痞无赖呢！而就在这时，陈峰来了。原本闹哄哄的陈家寨人群立马安静下来，然后让出来了一条路。各位晚上好啊！